量子力学告诉你，一个粒子在被测量之前，没有确定的位置，没有确定的速度，没有确定的自旋，它同时处于所有可能的状态里，像一团概率的云雾，漂浮在数学空间里。这团云雾就叫波函数。而你的观察行为，或者说测量行为，会让这团云雾突然收缩，只落到一个具体的结果上。这个过程叫波函数坍缩。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不，这就是2024年的物理学基础。先说清楚什么是叠加态。你肯定听过薛定谔的猫，那只既死又活的猫，但这只是个比喻。真正诡异的是电子。在双缝实验里，如果你不去观察电子到底走了哪条缝，它就会像水波一样，同时穿过两条缝，在屏幕上形成干涉条纹。这意味着它同时走了两条路。一旦你装上探测器去看，干涉条纹立刻消失，电子乖乖地只从一条缝过去，变成一个小点儿。你看了它一眼，它的行为就变了。注意，不是因为你眼睛里射出了什么神秘射线，而是信息和相互作用本身改变了系统的状态。这就是量子力学跟经典物理最根本的区别。经典物理认为，月亮即使你不看，它也在那里，有确定的位置和速度。量子力学说，在微观层面，一个东西在没和外界发生相互作用之前，它根本不算什么确定的东西，它只是一堆概率的叠加。只有当你测量了，概率才变成现实。但这带来一个致命的问题：测量到底是什么？哥本哈根学派说，测量就是测量，波函数坍缩就是坍缩。你别问为什么，这是公设。但这种说法等于在科学的核心塞进了一个黑箱。一个电子没测之前是一团概率云，测了一下，突然变成一个小点。这个转变发生在哪里？是在探测器触碰到电子的瞬间，是在探测器上的指针偏转的时候，是在你眼睛看到指针读数的时候，还是在你大脑意识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冯诺依曼在20世纪30年代把这个链条一直追了下去。他说，如果量子力学是普世的，那么测量仪器本身也是由量子粒子组成的，也遵循量子力学。仪器和被测粒子应该一起处于叠加态。那为什么仪器只有一个读数？唯一的边界似乎只能划在意识那里。意识之前的所有东西，包括仪器、电脑、视网膜，都可以看作物理系统的一部分。但意识是链条的终点，是它让叠加态终结。这个结论让物理学非常不舒服。科学家们大多是唯物主义者，他们不愿意承认意识有特殊地位，但把冯诺依曼链推到尽头，确实会撞上这个结论。于是各路解释轮番登场。多世界诠释说，其实所有可能性都发生了，只是你分裂成了无数个版本，每个版本看到一种结果。退相干说，环境本身会不断把叠加态冲刷掉，所以测量不需要意识，只要系统够复杂就行。隐变量理论说，粒子其实一直都有确定属性，只是量子力学没描述完整。我站退相干派，我的理由是意识导致坍缩。这个解释虽然听着带劲，但它把一个物理学问题直接推给了一个我们还完全没搞懂的生物学问题。你等于用更大的谜去解释更小的谜。退相干理论告诉我们，
任何宏观系统都会和周围环境发生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会迅速破坏量子叠加态，让它看起来像是坍缩了。所以，不是意识让电子变成小点，而是电子一旦跟周围任何东西发生纠缠，叠加态就在实际上消失了。但冯诺依曼链的终点仍然是个幽灵。退相干能解释为什么我们观察不到叠加态，但它解释不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一次测量只给出一个结果？退相干把多世界的结构全保留下来了，只是这些分支之间相互干涉消失，导致我们无法感知到其他分支。所以严格来说，退相干并没有真正解决测量问题，它只是让问题变得不那么刺眼。这就引出了维格纳朋友实验。1961年，尤金·维格纳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他有一个朋友在实验室里测量一个量子系统，朋友会看到一个确定的结果，但对站在实验室外的维格纳来说，他可以把朋友和被测系统一起看作一个更大的量子系统，这个系统处于叠加态。那么问题来了，朋友到底有没有一个确定的结果？在朋友自己的经验里，答案是肯定的，他看到了一个数。但在维格纳的描述里，朋友还没坍缩，两种描述都对。但从不同的观察者角度来看，这个实验把人推到了量子力学的中心。如果意识是坍缩的终点，那么朋友什么时候有意识的？维格纳什么时候有意识的？观察者本身是否也在被观察时处于叠加态？2020年前后，科学家们还真的做了简化版的维格纳朋友实验，结果发表在《自然物理》上。他们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不同观察者对同一个事件的事实可以不一致，这被称为事实的相对性。也就是说，量子世界里的事实可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观察者而言的。这听起来很玄，但实验数据是实打实的。它不是说你可以随便定义现实，而是说在量子层面，现实和信息的获取方式是绑在一起的，没有脱离信息的客观事实。这和我们的日常直觉完全不同，但量子力学从来就没打算迎合我们的直觉。所以，第一个秘密到此揭开：物理学在描述微观世界时，不得不把观察者和被观察者放在一起。如果你坚持唯物论，现实就要么变成多世界的分裂，要么变成退相干后的其中一个分支。但不管怎样，你都无法逃避一个问题：意识，或者说信息，在现实的建构中扮演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力量，而是因为我们用来描述现实的理论本身就建立在我们能够获得什么信息之上。这就是现代物理学最不愿意公开承认的尴尬。我们的最成功的理论在根基上需要一个观察者，而我们甚至不知道观察者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存在。探测器算不算？细菌算不算？一只猫算不算？你算不算？如果把物理学比作一栋大楼，量子力学就是那根承重柱，而这根柱子上有一个被精心粉刷过的裂缝，叫测量问题。现在我们把镜头从物理学的裂缝转向神经科学的裂缝，这个裂缝叫意识难题。大卫·查莫斯1995年给这个难题起了名字。他说，神经科学可以解释大脑的一切机械运作，神经元怎么放电，信号怎么传递，
多巴胺怎么影响情绪，海马体怎么储存记忆。但有一个问题，他怎么回答都觉得不够，那就是为什么这些电化学反应会伴随着主观体验？为什么神经元的放电不只是纯粹的物理过程，而是会让我们感到疼痛，看到红色，听到音乐？这个区分非常关键。科学家可以解释大脑如何处理信息，这叫意识的简单问题，但他们解释不了意识体验本身，这叫意识的难题。用神经科学的术语，他们能找出你看见红色时哪些神经元在激活，甚至能预测你接下来会看到什么颜色，但他们解释不了激活本身为什么会变成看见。这种区分不像是在问一个更复杂的问题，而是在问一个根本不同的问题。你可以解释汽车的引擎如何运转，但你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引擎运转时会有一种引擎感。汽车没有引擎感，人却有意识感。这多出来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目前主流观点里有两种比较流行的站队，一种是唯物主义还原论，认为意识就是大脑活动的副产品，只要神经元足够复杂，意识就自然涌现。另一种是双重意识论或泛心论，认为意识本身有某种基础属性，不能完全还原为物理过程。我站的是意识涌现是真实的，但不是简单的副产品。也就是说，复杂系统确实能产生涌现性质，比如水分子大量聚集后出现流动性，蚂蚁大量聚集后出现群体智能。意识也可能是某种复杂神经系统涌现出来的性质，但涌现不等于解释，它只是给我们指了一个方向。我们 still 不知道涌现的机制是什么，说意识涌现就像说生命涌现一样，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具体细节还是黑箱。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对比，量子力学需要一个观察者，神经科学又解释不了观察者。这两件事像两块拼图的相邻边缘，形状看起来能对上。物理学缺了一个能解释现实如何被确定的东西，而神经科学缺了一个能解释主观体验的东西。如果意识是量子过程的一部分，那这两个缺角就同时被填上了。这听起来很诱人，但也很危险，因为把两个最棘手的难题放在一起，不一定能互相解决，也可能变成两个谜题，叠加成更大的谜题。所以，当物理学家说测量需要意识时，神经科学家通常会翻白眼儿。他们会说，大脑太热了，太湿了，太吵了。量子效应在那种环境里早就退相干消失了。意识不可能依赖量子过程，这曾经是非常强硬的反驳。但量子生物学的发展让这条反驳线开始松动。我们在下一章会细讲量子生物学。现在你只需要记住一个点：意识难题和测量问题虽然来自不同学科，但他们都在问同一个更深的问题：现实的边界在哪里？经典物理说，边界在外面，在世界里；量子力学说，边界可能在信息里；神经科学说，边界可能在体验里。如果这三条线索能交汇，我们可能就要重新认识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自己。好了，铺垫做完了，现在进入这场讨论的核心，一个被主流科学界嘲笑了很多年，但又始终无法彻底驳倒的理论。它就是彭罗斯和哈梅罗夫提出的协调客观坍缩理论，简称 OR。
先讲彭罗斯，这位老哥不是一般人物。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黑洞奇点定理的奠基人，霍金的长期合作伙伴。他写的《黄帝心脑》和《心灵之影》是意识科学史上绕不开的2本书。彭罗斯的出发点很硬，他认为人类的意识不是经典计算机可以模拟的。他的论据来自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说的是，在任何足够复杂且自洽的数学系统里，总有一些命题是真的，但你无法在这个系统内部证明它。彭罗斯的推理是，人类数学家能够理解这些不可证明的真理，比如哥德尔句子本身。这说明人类的理解能力超越了任何固定的形式系统。而如果大脑只是一台经典计算机，那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形式系统，永远无法做出这种超越。所以，意识一定有某种非算法的成分。这个论证在哲学上叫卢卡斯·彭罗斯论证，争议很大。很多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认为，人类理解哥德尔句子并不等于人类能超越所有形式系统。也许大脑内部就是一个更复杂的、能自我修改的系统。但彭罗斯不为所动，他坚持认为，意识的非计算性是一个物理问题，而不是一个数学游戏。要解释这种非计算性，必须诉诸量子力学。于是就有了 OR。这个理论的核心是，意识不是连续发生的，而是由一系列离散的瞬间组成，每个瞬间对应一次微管中的量子坍缩。微管是神经元细胞骨架里的管状蛋白结构，直径只有25纳米左右，遍布大脑。哈梅罗夫是一位麻醉学家，他发现很多麻醉剂的作用靶点不是突触，而是微管。这意味着，当意识消失时，神经元的宏观活动可能还在，但微管层面的某种过程被干扰了。这个观察很耐人寻味。普通的睡眠或者昏迷，大脑皮层的电活动可能完全停止，但意识也随之消失。问题是，如果意识只是神经元放电的涌现，那为什么麻醉剂作用于微管也能让意识消失？微管本来被认为是细胞骨架，像脚手架一样撑住细胞形状，但如果它们真的是量子信息处理器呢？彭罗斯认为，微管中的量子叠加态不会无限持续。当叠加态的质量分布差异达到某个临界值时，时空几何本身会强制它坍缩。这个过程叫客观坍缩，它不是由外部观察者引起的，而是时空结构的内在属性。每次客观坍缩对应一个意识瞬间，无数个这样的瞬间协调起来，就是我们流变的意识体验。这个理论一旦成立，它就把意识难题和测量问题强行连接起来了。意识不是大脑的副现象，而是宇宙基本物理过程的一部分。每次意识体验都是一次从量子可能性到经典现实的选择。你的大脑成了一个微型的现实生成器，但主流科学界对这个理论的批评也非常猛烈。2000年，物理学家马克思·泰格马克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计算了微管中的退相干时间。他发现，在大脑这种高温、高湿、高电离的环境里，量子叠加态最多只能维持10⁻13次方秒左右，这比意识体验的时间尺度10⁻1次方到10⁻2次方秒短了10几个数量级。
换句话说，量子效应在微观里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环境淹没了。哈梅罗夫和彭罗斯的回应是，微管不是孤立系统，他们可能通过某种方式隔离量子相干，比如戈尔德量子态、介电屏蔽或者分层结构保护，但这些机制都缺乏决定性的实验证据，所以 OR 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不是因为它不浪漫，而是因为它缺乏可验证的预测。我站哪边？我站彭罗斯的直觉，但不站 OR 的具体机制。我的意思是，彭罗斯关于意识非计算性的论证非常有洞察力，而且他的方向把意识问题放在物理学的根基里，我认为是对的。但把希望寄托在微管上，我觉得太具体、太冒险。微管中的量子效应可能确实存在，但要说它直接产生意识，证据还远远不够。不过，哈梅罗夫关于麻醉的观察确实是个谜。如果麻醉剂只是让大脑皮层停止工作，那我们可以解释。但事实是，很多麻醉剂并不主要影响突出传递，而是结合到微管蛋白上改变其结构。这至少说明微管可能在意识中扮演某种角色，只是我们还不清楚是什么角色。它可能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就像 CPU 需要硅晶体，但硅晶体不等于 CPU。更值得思考的是，如果 OR 部分正确，哪怕只在哲学上正确，也会带来巨大影响。它意味着意识不是演化出来的花哨装饰品，而是现实结构的基本属性。每次你的意识选择一个体验，宇宙就在那个瞬间从可能走向确定。这种观点把量子测量问题和意识难题硬生生地缝合在了一起。虽然缝合的粗糙，但缝合点本身很有意思。所以第3章的结论是，彭罗斯和哈梅罗夫可能搞错了细节，但他们问对了问题。意识的非计算性和量子坍缩的客观性是2块值得被放在一起的拼图。我们需要更多的实验，而不是更多的嘲笑，来决定它们到底能不能拼上。大脑里面是不是能发生量子效应？这个问题曾经是物理学家的笑柄。他们会说，大脑温度37度，里面全是水和离子，伤高得吓人。量子叠加态在这种地方存活的时间比一次心跳还短无数个数量级。经典神经科学也站在这一边，意识是神经元网络涌现出来的，跟量子力学没关系。但自然界不喜欢被人小看，量子生物学在过去20年里的发现狠狠打了这种傲慢一巴掌。最经典的例子是光合作用，植物和藻类的光合作用复合物能把光子能量以超过95%的效率传递到反应中心。经典物理算出来的效率最多70%左右。为什么实际这么高？因为能量在色素分子之间传递时，不是像台球一样一个一个撞过去，而是像波一样同时探索多条路径，然后干涉选出最优路径。这种量子相干性发生在常温下，而且被蛋白质结构主动保护。大自然不是被动利用量子效应，而是进化出了利用量子效应的机制。还有一个例子是鸟类导航，候鸟迁徙时能感知地球磁场的微弱变化，精度达到微特斯拉级别。科学家发现，它们眼睛里有一种叫隐花色素的蛋白，
受到光照后会产生一对自由基，这两个自由基的电子自旋处于量子纠缠态，地球磁场会影响它们的自旋态，从而改变鸟类的视觉信号。也就是说，一只鸟可能正在用量子纠缠来认路。诺贝尔物理学奖2022年颁给了量子纠缠实验，而就在我们眼皮底下，鸟类可能用了上亿年的量子纠缠来飞越大洋。嗅觉和酶催化也涉及量子隧穿。量子隧穿是指粒子有一定概率穿过经典物理认为不可逾越的能量障碍。嗅觉受体可能通过电子隧穿来识别不同分子的振动频率。酶催化反应中，质子隧穿能把反应速度提高成千上万倍。这些都不是边缘假设，而是有大量实验支持的主流研究方向。所以，大脑太热太湿，不可能有量子效应这个论点，在原则上已经破产了。量子效应完全可以在生物体内，在常温下，在复杂环境中存在，但这不等于大脑意识依赖量子效应。光合作用是关于能量传递的，鸟类导航是关于磁感应的，酶催化是关于化学反应的。这些跟意识体验之间还差着108000里。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大，量子生物学至少证明了一点：生命不是经典物理的附庸，它已经学会在量子世界里游泳。大脑作为自然界最复杂的已知系统，有没有可能也进化出了某种量子机制？目前没有直接证据，但也不能说没有可能。科学的态度不是先下结论，而是先承认可能性，然后去找证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量子力学最诡异的部分——非局域性。量子纠缠说的是，两个粒子如果曾经发生相互作用，它们的状态就会关联在一起，即使之后把它们分开到宇宙两端，测量其中一个，另一个的状态会瞬间被确定。这个速度不是光速，而是瞬间。爱因斯坦称之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他一生都不接受。但20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明确告诉我们，爱因斯坦错了。阿兰·阿斯佩、约翰·克劳泽和安东·塞林格的实验，在严格排除各种漏洞的情况下，证明量子力学是对的，隐变量理论是错的。注意，这并不违反相对论，因为纠缠不能用来传递信息，你不能靠纠缠态发送微信消息。但两个粒子之间确实存在一种无法归结为经典因果的关联，这种关联动摇了我们对局域性的根深蒂固的信仰。如果意识依赖于量子过程，那么意识也可能具有某种非局域性。这不是说你可以用意念隔空移物，而是说意识可能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被锁在头骨里，它可能是某种更大信息网络的一部分。这个网络由量子纠缠和物理关系构成。彭罗斯和哈梅罗夫的 OR 理论就包含了这种非局域性。他们认为微管中的量子态可以相互纠缠，不同神经元的微管之间可以形成大规模的量子相干网络。这种网络不仅连接大脑内部，还可能通过引力等基础物理场与宇宙其他部分关联。这种设想非常激进，也非常缺乏证据，但它至少在哲学上打开了一个空间。意识不是孤立的小岛，而是参与了宇宙整体的信息结构。我占这一点的弱版本，强版本说，
意识可以通过量子纠缠超光速传递信息，这不对，因为量子纠缠不能用来通讯。弱版本说，意识是物理关系网络的一部分，这种网络不局限于头骨，而是延伸到宇宙尺度，这个我接受。因为量子力学本身告诉我们，物理实在不是一个独立的物体，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粒子不是独立的点，而是场和关系中的激发。在这个意义上说，意识是关系网络的一部分，并不是很激进的命题。事实上，关系性量子力学认为，所有物理属性都是相对的，依赖于观察者。这和相对论有点像，速度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参考系。量子力学进一步说，连粒子有没有确定属性都是相对于参考系的。如果意识是某种信息处理的极端形式，那么它确实可能只是这个关系网络的一个节点，而不是孤立的头骨里的幽灵。所以第4章的结论是，量子生物学已经把生命不能利用量子效应这个老论调推翻了。量子纠缠的存在让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意识的边界。意识未必是非局域的，但它所处的物理基础是非局域的，这个区别很重要，但它足以改变我们对我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理解。前面我们聊的都是科学内部的争论，现在我们要进入更激进的领域，看看当量子力学和意识问题撞在一起，会把我们的世界观撞成什么样。第一个出场的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认知科学家唐纳德·霍夫曼。霍夫曼提出了一个理论，叫认知界面理论。他的核心观点很简单，但也很吓人。我们的感官不是为了展示世界的真实面貌而进化出来的，而是为了生存。自然选择优化的不是真，而是适合度。他的意思是，你看到的世界就像电脑桌面上的图标，桌面上的文件夹图标不是真实的文件，而是一个简化的符号，让你能快速操作。你的视觉系统也一样，它给你呈现的是时空、物体、颜色、声音，这些可能都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帮助你活下去的简化界面。他用进化博弈论做了一个严格的数学证明，叫适应度战胜真理定理。结果发现，如果一种感知策略只关注真实世界，另一种感知策略只关注适合度，后者通常会在进化中胜出，真实的感知反而是累赘。你不需要知道老虎的全部物理细节，你只需要知道这是老虎，快跑就够了。这个观点一点都不温和，它直接挑战了科学实在论。因为如果我们的感知只是界面，那科学仪器看到的又是什么？也是界面吗？时空本身也是界面吗？霍夫曼走得很远，他认为时空不是基础实在，而是意识构造出来的数据结构。基础实在可能是某种 conscious agents， 也就是有意识主体的网络，它们通过相互作用生成现实。我站霍夫曼的方向，但不站他的具体结论。我认为他关于感知不是真实写照这一点是对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颜色不是物体的属性，而是大脑对波长的解释。声音不是空气的属性，而是大脑对气压变化的解释。我们确实活在一个被建构的模型里，而不是直接活在世界里。但霍夫曼进一步说，时空本身都不是基础实在，这就跳得太远了。
目前没有任何实验能区分时空是真实的和时空是界面这两个假设。科学上说它是界面和说它是真实的，暂时没有可观测的差别。不过，霍夫曼的理论和量子力学有一种暧昧的契合。量子力学告诉我们，没有观察就没有确定属性。如果我们的感知本身就是一套建构系统，那么所谓客观属性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被观察者的信息处理系统定义的。这并不证明意识创造现实，但它让意识参与现实建构这个想法变得不那么荒唐。第二个激进推论来自多世界诠释，这个诠释是休·艾弗雷特1957年提出的。他说，波函数从来没有坍缩，每次测量，宇宙都会分裂成多个平行分支，每个分支对应一个可能结果。你看到电子出现在这里，但在另一个分支里，你看到电子出现在那里。所有分支都是真实的，你只是生活在其中一个。多世界诠释解决了测量问题，因为它不需要坍缩，但它付出的代价是宇宙的疯狂膨胀。每做一个量子选择，宇宙就分一次。一天下来，你自己都不知道分裂了多少次。物理学家马克思·泰格马克是多世界的支持者，他认为这是量子力学最简洁的解释，因为它不需要额外假设。但从多世界诠释出发，会推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量子永生。思想实验是这样的：假设你把自己和一个量子自杀装置关在一起，装置有50%的概率杀死你。多世界诠释说，每次实验都会产生2个分支，一个你活着，一个你死了。从你自己的主观视角来看，你永远不会体验到自己的死亡，你总会沿着存活的分支前进。所以对你来说，你似乎永远不会死。这个推论很吓人，但也有很多问题。首先，它假设多世界诠释是对的，而多世界本身并不被所有物理学家接受。其次，死亡可能不是一个单一事件，而是一个渐进过程。如果装置把你打成重伤，但没有立刻杀死你，你会体验到自己慢慢死去，而不是跳到某个完整存活的版本。第三，多世界诠释里的你到底是谁？如果宇宙不断分裂，每个分支里的你都是不同版本，那说你的意识延续还有没有意义？我对量子永生持谨慎的否定态度。我的理由是，多世界诠释在数学上很简洁，但它把概率问题变成了指数爆炸问题。它解释了一个谜，但引入了另一个更大的谜。而且，主观意识从一个分支跳到另一个分支，这个想法是对自我同一性的滥用。你不是一条可以无限复制粘贴的信息，你是一个连续的生物过程。一旦这个过程被破坏，就没有什么你能继续跳到其他分支。但量子永生确实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如果意识体验是连续的，而物理世界允许存在多个分支，那么我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在经典世界里，我大致是我的身体；在多世界里，我可能是无数个分支的集合。这个边界问题，目前没有任何理论能回答清楚。所以，第5章的结论是，霍夫曼和多世界诠释都在做同一件事，把我们从现实是客观的，意识是副产品这个舒适区里赶出来。他们可能是错的，但即使错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是对的。
我们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我们感知到的现实和真实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我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好了，走到最后，我们终于可以试着把前面所有的线索串起来。现代物理学和神经科学分别在自己的核心遇到了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物理学这边，量子测量问题告诉我们，现实在被观察之前不是确定的。神经科学这边，意识难题告诉我们，体验为什么会产生，我们不知道。这两个问题分开看，都已经够让人头疼了。但如果它们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呢？这就是参与式宇宙的观点。它最早可以追溯到量子力学先驱约翰·惠勒。惠勒说，宇宙不是预先存在的舞台，等待着被观察。宇宙是在观察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他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叫延迟选择实验。它证明，你今天选择做什么样的测量，甚至可以改变一个光子过去的行为方式。这当然不是说你穿越了时间，而是说过去和未来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光子的历史取决于你最终问他什么问题。这种观点不是唯心主义，它不是说意识无中生有地创造了世界，它说的是意识和现实是共同演化的，没有一方，另一方就无法被定义。量子态需要被测量才有确定属性，而测量本身就是一个信息获取过程。信息需要有接收者，接收者需要有意识，或者至少需要有某种能区分状态的能力。所以意识和物质在这个框架里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赖的。我站这个观点的温和版本。弱版本的参与式宇宙认为，意识不是基础实在的全部，但它是现实生成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就像你没法在没有人提问的情况下定义一个问题的答案，你也没法在没有观察者的情况下定义一个物理属性。这不是说世界因你而存在，而是说世界作为被经验的世界而存在，必须有经验者。强版本的参与式宇宙走得更远，认为宇宙本身就是意识，意识就是宇宙。这个版本比较接近泛心论或唯心主义，我个人不太接受，因为它把意识这个概念泛化到所有物质上，反而让这个概念失去了解释力。如果石头也有意识，那意识就不再能解释人的特殊性。但即使是弱版本，也足够颠覆常识了。它意味着我们不再是宇宙里一个偶然的、无关紧要的小零件，我们是宇宙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你的眼睛不是被动接收光线，而是主动参与构建你所看到的世界。你的大脑不是被动处理信息，而是主动选择哪些信息成为现实。这听起来像科幻，但它背后有扎实的数学和实验支持。贝尔不等式、延迟选择实验、量子芝诺效应、关系性量子力学都在往这个方向指。这种思维方式还要求我们放弃一些根深蒂固的假设，比如主体和客体不是截然分开的，观察者不是站在世界之外看世界的旁观者，而是世界的一部分。科学一直以来追求的是一种上帝视角，一种不依赖观察者的客观描述。但量子力学告诉我们，这种视角可能根本不存在。任何描述都需要一个参考系，任何参考系都意味着一个观察者。那么这是不是科学的失败？我觉得不是，这是科学的成长。
经典物理描述的是一个简单的、确定的世界，那套语言适合宏观、低速、弱引力的情况。量子力学告诉我们，那个世界只是更深层现实的一个近似。同样，我们的大脑也只是更深层意识现实的一个近似。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工具本身也是世界的一部分。这期视频开头，我抛了一个可能让人焦虑的问题：你不看的时候，世界可能不存在。但听完整期，我希望你不觉得更焦虑，而是觉得更自由。因为如果现实是参与的，那你不是孤独的旁观者。你每一次看，每一次听，每一次思考，都是在和世界共同完成一件作品。你不是宇宙里的过客，你是宇宙的对话者。意识不是科学需要消灭的幽灵，也不是唯物论的残留，它可能是现实结构中最根本的参与者之一。科学也许还需要很多年，甚至几个世纪，才能给出完整的答案。但在那之前，我们可以在半夜里听着这些知识慢慢入睡。毕竟，如果宇宙真的需要观察者，那么你的每一次沉睡，都是宇宙暂时收起了它的某一面镜子。晚安。